一刻，骑行历险记。嘿，安娜，昨天我经历了最精彩的自行车冒险。嗨，约翰，这听起来令人兴奋，告诉我更多有关他的信息。好吧，我决定在山上探索一条新的步道，风景令人叹为观止。哇，我喜欢被大自然包围。这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旅程吗？起初有点困难，因为这条小径有陡峭的爬坡，但是一旦我习惯了，成就感真是太神奇了。我能想象，我一直觉得骑自行车很困难，尤其是上坡。你是怎么管理的？对我有帮助的一个小贴士是在上坡时切换到较低的档位，它使踩踏板变得更容易、更高效。这是个很好的小贴士，我会在下次骑行冒险时牢记这一点。一路上你遇到任何障碍吗？是的，小径上有几根倒下的树枝，但我设法顺利地绕过了它们。骑自行车时保持警觉并注意周围环境很重要。你在骑行期间有陪伴吗？是的，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同伴，我们聊了一会儿，交流了骑行技巧的技巧。太棒了！在户外活动中结识志趣相投的人总是很不错的。你在骑行期间休息过吗？是的，我休息了几次休息和补水，保持水分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长途骑行中。绝对可以。补水是保持能量和耐力的关键。整个旅程花了多长时间？我花了大约3个小时才完成这条小径，时间飞逝，因为我非常享受这段旅程。的确，当你玩得开心的时候，时间过得真快。我的灵感来自于你的自行车冒险之旅，约翰。我可以考虑自己试一试。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骑自行车不仅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也是探索新地方的绝佳方式。我同意，约翰，感谢你与我分享你的经验和技巧。我现在很期待自己的自行车冒险之旅。不客气，安娜，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让我知道怎么回事。我会的，约翰。再次感谢，祝您骑行愉快。也祝你骑车愉快，安娜，小心点，享受旅程的乐趣。第2课，烹饪创意。嗨，安娜，我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食材，让我们集思广益，我们可以用它们做什么？嗨，约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们有哪些成分？我们有鸡肉、甜椒、洋葱和西红柿。你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什么？做个鸡肉炒菜怎么样？我们可以用甜椒和洋葱炒鸡肉，做成一道美味的菜。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用一些酱油和大蒜来增加口味的深度。绝对可以。我们还可以撒些黑胡椒和辣椒片来增添一丝香料。我喜欢这种辛辣的感觉。
另一个想法是做鸡肉和番茄咖喱，我们可以用西红柿作为酱汁的基础。哦，听起来很好吃。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咖喱粉、生姜和椰奶，使其具有浓郁的奶油味道。很棒的建议，我们可以将其与蒸过的米饭或烤饼一起食用，以此作为一顿丰盛的饭菜。好极了，光是想想我就饿了。如果我们想做点更轻的东西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做烤鸡肉沙拉。我们可以用柠檬汁和香草腌制鸡肉，然后将其烤至完美。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选择。我们可以把烤鸡肉和混合蔬菜、樱桃番茄和浓郁的香醋一起扔掉。听起来像是一个健康而令人满意的选择。我们不要忘记鸡肉三明治的多功能性。绝对可以。我们可以用香料腌制鸡肉，烧烤或煎炸，然后用新鲜的蔬菜和调味品组装起来。这是一个经典的选择。鸡肉三明治总是很受人欢迎。我们甚至可以添加一些鳄梨片来增加奶油味。好主意，牛油果会增添一个不错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仅用少量食材就能创造出这么多美味的菜肴。的确，这一切都是为了发挥创造力和尝试口味。烹饪是一门艺术。绝对可以，这是表达我们烹饪创造力的绝佳方式。我等不及要在厨房尝试这些想法了。我也是。让我们开始做饭，看看我们能想出什么美味的作品。第3课，杂货小跑。嗨，安娜，实际上，我们的牛奶快要用完了，你能帮我们买1加仑吗？嗨，约翰，当然，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购物清单中。我们还需要什么吗？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鸡蛋，把它们存放在冰箱里总是件好事。已注意到，我一定也去拿1箱鸡蛋。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我认为我们在必需品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遇到任何新鲜水果或蔬菜，可以随意买一些。听起来不错，我会留意好吃的农产品。顺便问一下，我们对牛奶或鸡蛋的品牌有什么偏好吗？只要它新鲜且质量好，任何品牌都可以。我们可以灵活地处理这个问题。好吧，我会选择可用的最佳选项。你还能想到我们需要什么吗？让我想一想。啊，我们的麦片也快用完了，你能去买个箱子吗？当然，我去买1盒我们最喜欢的麦片。有你想要的特定类型或口味吗？我喜欢蜂蜜坚果的味道，它总是一个美味的选择，但是也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亲爱的，那就是我相信我们俩都会喜欢的。在我去杂货店之前，还有什么吗？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一切。谢谢你的帮助，安娜，我很感激。完全没问题，约翰。我很高兴能提供帮助。
我很快就会带着杂货回来。慢慢来，安娜，安全驾驶，回来后见。会的，约翰，很快见。很期待，保重，安娜。第4课，技术升级。嗨，安娜，让我们在这里看看新手机，它们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嗨，约翰，当然，我随时准备探索最新的技术。你在新手机中寻找什么？我需要一部摄像头更好的手机，我喜欢捕捉瞬间，也想提高照片的质量。我完全明白，一台好的相机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你听说过可用的最新型号吗？我做了一些研究，但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有什么建议？好吧，来自不同品牌的新旗舰手机提供了出色的摄像功能，它们有先进的镜头和图像传感器。这取决于你的喜好。您是否优先考虑电池寿命、屏幕质量或处理能力？电池寿命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整天都在使用手机。良好的屏幕和快速的性能将是一个好处。我同意，拥有一部能够满足您需求的手机至关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选项并进行比较。当然，如果您要存储大量照片和视频，我们也可以寻找具有可扩展存储空间的手机。这是个好观点，可扩展存储空间可以派上用场。为了经久耐用，我们也可以考虑具有防水防尘功能的手机。很棒的建议，为我们的设备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总是更好的。让我们向销售人员询问更多细节。当然，他们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并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还应该查看价格和可用优惠。同意，我们将比较价格，看看是否有任何促销或折扣。找到一笔不错的交易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我们可以确保您的钱物有所值。让我们前往电话专区开始探索。听起来像个计划，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安娜。让我们找到一款配备出色摄像头的完美手机。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提供帮助。我们去找那部手机，我也很高兴看到这些选项。开始吧，我很期待升级我的摄影游戏。再次感谢，安娜。第5课，早间例行活动。嗨，安娜，这很方便。顺便问一下，早餐什么时候供应？你好赚，早餐通常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供应。现在是开始新一天的好时机。这对我来说效果很好。我喜欢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来开始我的早晨。他们通常提供什么？他们有多种选择，您可以选择欧陆式早餐，包括糕点、麦片和水果，也可以选择包含鸡蛋、
培根和吐司的热早餐。听起来很好吃，我肯定有心情吃一顿热早餐。他们有素食选择吗？是的，他们确实如此。您可以申请素食选项，例如素时间蛋卷或含水果和坚果的燕麦片。他们很包容。完美，我很欣赏他们的灵活性。有特定的用餐区供应早餐吗？是的，一楼有指定的用餐区，这是一个宽敞舒适的用餐场所。听起来不错，我喜欢有一个舒适的空间来放松和吃早餐，包括咖啡或茶吗？是的，也有咖啡和茶，它们有不同的类型可供选择，因此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饮料。太棒了，我自己也是个咖啡爱好者，我一定要喝杯以正确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天。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只是一个友好的提醒，请注意早餐时间，最好提早到达，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享用美食。我会记住的，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安娜。我很期待一顿令人满意的早餐。不客气，约翰。早餐永远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尽情用餐，祝你早上愉快。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也祝你早上愉快。第6课，早间运动。嗨，安娜，我很早就醒来跑了。嗨，约翰，太棒了！早上锻炼可以让你为一天注入活力。我自己更喜欢瑜伽。慢跑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提高能量水平。你喜欢瑜伽的什么？瑜伽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提高灵活性。它还可以增强我的注意力，促进正念。这听起来很棒，我也可以放松一下，保持灵活性。你对初学者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网上有许多适合初学者的瑜伽套路，你可以从温和的姿势开始，然后逐渐进步。这很有帮助。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你有什么具体的姿势或顺序吗？当然，一些适合初学者的姿势包括山地姿势、朝下的狗和儿童姿势，这些可以帮助你建立基础。我会研究一下这些姿势，然后试一试。您是否推荐任何学习瑜伽的特定资源或应用程序？有几款很棒的瑜伽应用程序可以为所有级别提供指导课程。瑜伽工作室和 Down Dog 是值得考虑的热门选择。谢谢你的推荐，安娜。我会检查一下，看看哪一个最适合我。还有其他开始瑜伽的技巧吗？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过于用力。记住要深呼吸，保持每个姿势的正确姿势。我会记住的。安全和适当的技术至关重要。看来瑜伽可以提供一种全面的健身方法。当然，瑜伽将体育锻炼与心理和精神健康相结合。
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的好方法。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也许我可以将瑜伽融入我的晨间锻炼中。感谢你分享你的见解，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让我知道你的瑜伽之旅进展如何。我是来支持你的。我很感激，安娜。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最新情况，让我们继续各自的运动，保持活跃和健康。当然，约翰，为我们的幸福加油，为新的一天开局加油，保重，享受慢跑的乐趣。谢谢你，安娜，你也是，保重，享受瑜伽练习的乐趣。待会儿见。第7课，设定边界。安娜你好，是的，有一定的限制和准则，我会和你分享的。嗨，约翰，这听起来很重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有界限。你指的是什么具体的指导方针？好吧，当涉及到个人界限时，向他人明确传达你的需求和限制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有道理的。有效的沟通有助于建立相互理解和尊重。有不同类型的边界吗？绝对可以，有物理界限、情感界限，甚至是时间界限，每种都有不同的用途。你能举一些例子说明如何将这些界限应用于日常情况吗？当然，就物理界限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尊重某人的个人空间，或未经许可不得触摸他们的财物。我明白了。那情感界限呢？如何建立和维护它们？情感界限包括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他人的情绪当作自己的情绪。诚实而尊重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很重要。这是宝贵的建议，它有助于保持情绪健康，避免不必要的情感负担。时间界限怎么样？时间界限包括有效管理时间，为工作、放松、人际关系和其他优先事项留出专属时间。这对于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至关重要。有任何设定和维护边界的一般技巧吗？是的，在表达自己的界限时保持自信和自信很重要。记住，必要时可以说不。这需要练习，但对于自我保健和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你还有其他想分享的见解吗？重要的是要定期检查自己，并随着需求和情况的变化重新评估自己的界限。灵活性和自我意识是关键。感谢您分享这些见解，约翰，他们是宝贵的提醒。不客气，安娜。边界对于个人成长和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让我们继续优先考虑它们。当然，约翰，这是为了设定健康界限并过上平衡的生活。小心。谢谢你，安娜，也要小心，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8课，运动频率。
嗨，安娜，做这些练习以查看结果。理想情况下，目标是每周至少3次。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在运动方面，保持一致性是关键。你指的是什么类型的练习？我说的是将跑步或骑自行车等心血管锻炼与举重或减肥等力量训练相结合。这听起来很全面。每次锻炼应该持续多长时间？建议每节课至少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随着耐力的增强，你可以逐渐增加持续时间。这似乎是可行的。你对初学者有什么具体的练习建议吗？对于心血管锻炼来说，快走或慢跑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至于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和木板等体重锻炼可能很有效。这些都是熟悉的练习，我可以在家做，还是需要去健身房？你绝对可以在家里做。减肥运动需要最少的器材，您也可以使用家居用品代替举重。这很方便。我怎样才能保持定期锻炼的动力？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和跟踪进度可以帮助保持动力。您还可以寻找锻炼伙伴或参加健身课程，以增加责任感。不错的建议，我会记住的。一天中是否有最适合锻炼的特定时间？最佳的锻炼时间是只要它适合你的日程安排，以及你感觉精力充沛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早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晚上更方便。我将尝试不同的时间，找出最适合我的方法。有什么我应该注意的预防措施或安全提示吗？重要的是运动前要热身，之后要冷静下来，以防止受伤。保持水分，倾听自己的身体。如果您有任何疑虑，请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确，安全第一。感谢您分享这些练习指南，约翰。我现在对开始例行程序更有信心了。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请记住，一致性和循序渐进是关键。我在这里为你提供支持。谢谢你的支持，约翰。让我们都承诺定期运动，并享受它带来的好处。这是为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安娜，为我们的健康和福祉加油。小心点，好好锻炼吧。第9课，公路旅行规划。嗨，安娜，我抽出时间探索不同的城镇，太棒了！您是否计划了沿途的停靠点？你好，John。是的，我很高兴能发现新的地方。我做了一些研究，想到了几个城镇。你呢？太棒了！我还调查了一些有趣的城镇可供参观。在上路之前有个计划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规划有助于确保旅行顺利愉快。你在考虑哪些城镇？我想去一个迷人的海滨城市，一座历史悠久的山城和一座以文化景观闻名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停留。你呢？
听起来像是一个多元化的行程。我正在考虑探索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古雅的湖畔小镇和繁华的集镇。这些听起来很有趣，你是怎么决定那些城镇的？有任何具体标准吗？我正在寻找具有独特景点、自然美景和体验当地文化机会的城镇。我还阅读了其他旅行者的评论和推荐。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重要的是要考虑各种因素，根据我们的兴趣量身定制行程。你发现任何隐藏的宝石了吗？是的，我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那里有美丽的远足径和著名的当地食品市场。它似乎是一颗值得探索的隐藏宝石。太棒了！发现隐藏的宝石为旅程增添了冒险元素。你计划好在每个城镇停留的时间了吗？是的，我为每个城镇分配了几天时间，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探索主要景点，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的氛围中。这是个好策略。在彻底体验每个城镇和有足够的时间自发性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你考虑过交通选择吗？是的，为了灵活性和便利性，我考虑过租车，这将使我能够轻松地在城镇之间移动并探索周边地区。租车是个好主意，它使您可以自由的冒险，走出人迹罕至的道路。你做了任何住宿安排吗？我已经预定了每个城镇舒适的住宿加早餐旅馆，他们提供舒适而真实的体验，符合整体旅行氛围。入住住宿加早餐旅馆为旅程增添了迷人的气息，这是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你对即将到来的公路旅行感到兴奋吗？绝对可以，我等不及要踏上这次冒险之旅，并创造持久的回忆了。探索新城镇永远是一种丰富的体验。我和你一样兴奋，安娜。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视野。我希望你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公路旅行。谢谢你，约翰，我一定会和你分享我的经验。您也可以安全的旅行，享受探索不同城镇的乐趣。我很期待听到你的旅程，安娜。谢谢，保重，回来的时候见。第10课，建设性谈判。安娜你好，谈话公平而富有建设性，太棒了！让我们开始谈判。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点是什么？嗨，约翰，确实如此。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定义我们的目标，并了解彼此的需求。你的目标是什么结果？我正在寻找一个让双方都受益的双赢局面，找到符合我们各自目标和利益的解决方案很重要。你呢？我有同样的观点，找到共同点并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讨论具体细节吗？绝对可以。首先，让我们概述我们的优先事项。在这次谈判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对我来说，考虑提案的成本效益和协议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你优先考虑哪些因素？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确实至关重要。此外，我重视灵活性和未来合作的潜力。我们如何确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进行公开沟通？开放的沟通是关键。我们应该积极倾听对方的意见，提出更清晰的问题，尊重地表达我们的想法和疑虑。我们如何处理潜在的冲突？解决冲突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人身攻击，以及寻求互惠互利的妥协来解决冲突。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积极的气氛？保持积极的气氛对于富有成效的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对彼此的观点表示赞赏，并庆祝取得的进展。我们可以使用什么策略来寻找共同点？为了找到共同点，我们可以探索共同的兴趣，并集思广益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寻求客观标准和避免僵硬立场也很有帮助。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谈判保持公平？公平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保持透明，考虑所有相关信息，以及给予彼此表达意见的平等机会来确保公平。我们如何结束谈判？为了结束谈判，我们应该总结商定的要点，澄清任何剩余的问题，并确认我们对执行商定条款的承诺。达成协议后，我们如何采取后续行动？后续行动对于问责制很重要。我们可以安排定期检查，以评估进展情况，解决任何问题，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我们如何处理潜在的分歧？如果出现分歧，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利益，并探索解决双方担忧的替代解决方案。协作是关键。当然，合作和寻找共同点的意愿至关重要。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取得互惠互利的结果。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以开放、尊重的态度对待这场谈判，并将重点放在寻找解决方案上。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有力的协议。我和你一样自信，约翰。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开始谈判，承诺进行建设性对话。这是一场成功的谈判。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开始吧。我期待着找到共同点并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第11课，探索新的学习策略。嗨，安娜，你最近发现任何新的学习策略了吗？嗨，约翰。是的，我一直在尝试一些听起来很有用的小步骤。例如，我已经开始使用抽认卡来学习新词汇。抽认卡很棒，它们使记住单词变得更容易。你试过在抽认卡上使用助记符技巧吗？是的，我有。我使用视觉图像和联想来记住单词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它非常有效。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安娜。另一种有用的技巧是练习与母语人士说话。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找语言交流伙伴？绝对可以。我加入了一个在线语言交流社区，我一直在与母语为英语的人交谈，这是提高我的口语能力的绝佳方式。
太棒了，安娜。与母语人士交谈是学习自然表达和提高发音的宝贵机会。您是否尝试过录制自己的声音，以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是的，我有。这是一次令人大开眼界的经历。我注意到有些领域需要提高语调和清晰度。录制自己一直是自我评估的好方法。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安娜。另一个建议是看带字幕的英语电影或电视节目，它可以帮助你习惯语言并提高你的听力技能。你试过了吗？是的，我有。这是一种让自己沉浸在语言中的有趣方式。我看带英语字幕的电影，它可以帮助我理解口语表达和不同的口音。太棒了，安娜。很高兴看到你探索各种策略。你有没有考虑过将音乐融入你的日常学习中？是的，我有。我听英语歌曲并阅读歌词，以了解单词背后的含义。它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可以帮助我扩大词汇量。太棒了，安娜。音乐是语言学习的强大工具。最后，你有没有尝试过使用语言学习应用程序或在线平台？是的，我一直在手机上使用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它提供互动练习和测验，以巩固我所学内容。这是一种随时随地练习的便捷方式。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将技术融入您的学习过程可能会非常有益。继续探索新的策略，我相信你将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继续取得进步。谢谢你，约翰。我一定会继续尝试新事物，发现不同的方法，看看它们如何促进我的语言发展，真是令人兴奋。当然，安娜，学习一门语言是一场持续的冒险，保持动力，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你会实现你的目标。谢谢你的鼓励，约翰。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在语言学习工作中继续互相启发。当然，安娜，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让我们继续向前迈进，拥抱新的增长机会。第12课：环境行动主义。嗨，安娜，你看到关于年轻活动家要求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息了吗？哦，对了，我做到了。年轻人要有所作为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很鼓舞人心。绝对可以，他们的激情具有感染力，他们真正理解保护我们星球的紧迫性。当然，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无论年龄或背景如何。绝对正确，我们需要承担集体责任，努力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我完全同意，这不仅仅是个人行动，我们需要系统性变革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确实如此，政府和企业在减少碳排放和促进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没错，像清洁能源过渡和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应是当务之急。
教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提高认识，教育人们了解他们的选择的影响。绝对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和鼓励环保实践，我们可以创造更绿色的未来。当然，看到年轻的活动家带头并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真是令人振奋。是的，他们的声音很强大，我们应该支持和扩大他们的信息，以实现真正的变革。我完全同意，齐心协力，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的未来。这就是精神，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更健康的地球的全球运动做出贡献。当然，安娜，让我们积极主动，采取大大小小的措施，迈向一个更绿色、更可持续的世界。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约翰，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第13课，舒适的酒店住宿。嗨，安娜，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对不起，但是房间温度太冷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吗？你好，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让我帮你检查一下恒温器。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不客气，约翰，我已经把温度调到了更舒适的水平，这样更好吗？好多了，安娜，感谢您及时处理此问题。完全没问题，确保我们的客人享受愉快的住宿体验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安娜，舒适的室温有很大的不同。绝对可以，我们努力为客人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放松身心。很高兴听到，正是这些小事让酒店住宿令人难忘。确切地说，关注细节和宾客满意度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能分辨出来，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服务非常好。谢谢你的客气话，约翰。我们为提供卓越的服务而感到自豪。它显示了，安娜，专业水平和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我们的团队努力营造温馨的氛围。好吧，你做得非常出色，我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听到这真是太棒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客人感到舒适和受到照顾。任务完成了，安娜，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使这里成为一个愉快的住宿所做的努力。谢谢你，约翰，很高兴能帮助你。如果您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请随时询问。我会的，安娜，
再次感谢您的优质服务。非常欢迎你，约翰，享受剩下的住宿。我一定会的，安娜，谢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4课，探索独特的商店。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探索不同的商店来寻找独特的东西，这是个好主意，对吧？嗨，约翰，当然，这是个好主意。探索独特的商店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发现。我同意，找到在主流商店中找不到的特别的东西总是很有趣。当然，精品商店和当地市场通常提供各种各样的独特物品。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想找到一些与众不同且独一无二的东西。你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约翰。独立商店经常展示当地工匠的创造力。这就是它如此有趣的原因。支持当地企业和艺术家也很重要。绝对可以，它有助于当地经济并鼓励蓬勃发展的创意社区。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安娜。那么，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独特的商店呢？您可以先探索时尚街区，或在网上搜索专卖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会列出要去的地方清单，然后开始我的冒险。这是个好方法，约翰。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隐藏的宝石。没错，它为购物体验增添了惊喜和期待的元素。确实如此。另外，关于你发现的每件独特物品，你将有一个故事要讲。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意义。绝对可以，它为您的物品增添了个性化风格，使它们更有意义。我完全同意，安娜，这是关于寻找与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产生共鸣的事物。当然，这是一种表达自己并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方式。我很高兴现在能踏上这段购物之旅，谢谢你的灵感，安娜。不客气，约翰。享受探索的乐趣，享受探索独特宝藏的美好时光。我会的，安娜。如果你遇到任何有趣的商店，请告诉我。当然，约翰，我会密切关注并分享我遇到的任何建议。那太棒了，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完全没问题，约翰。祝您购物愉快，愿您发现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再次感谢你，安娜，保重，尽快与您交谈。第15课，给朋友一个惊喜的乐趣。嗨，安娜，你猜怎么着？我为我的朋友计划了一个惊喜。当你让他们感到惊讶时，你的朋友感觉如何？嗨，约翰，这听起来令人兴奋。
当我让他们感到惊讶时，我的朋友非常高兴。听到这真是太棒了！惊喜可以带来欢乐和兴奋。绝对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幸福真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能想象，正是惊喜元素使体验令人难忘。当然，它表明你为让他们感到特别而付出了额外的努力。这正是我的目标。我想为我的朋友创造一个难忘的时刻。我相信你的朋友一定会喜欢这个惊喜背后的努力和体贴。我希望如此。为我们关心的人做点特别的事情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它加强了纽带并创造了持久的回忆。这就是我的目标，安娜。我们可以终身珍惜的回忆。我相信你的朋友一定会珍惜这个惊喜及其创造的回忆。我真的希望如此。看到他们的幸福将使这一切都值得。我对此毫不怀疑，约翰。你的朋友很幸运有你。谢谢你，安娜。这一切都是为了传播快乐，让时刻变得有意义。你说的绝对正确。小手势会对某人的一天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它不一定是奢侈的，这个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确切地说，正是思想和努力使惊喜变得有意义。我完全同意，安娜。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带来最大的快乐。绝对可以。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手势温暖了心灵并带来了微笑。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惊喜发生时我朋友脸上的表情。这将是无价的，约翰。你的朋友一定会有个惊喜的。我希望如此。谢谢你的鼓励，安娜。这意味着很多。不客气，约翰。我敢肯定，一切都会变得很棒。我很感激你的乐观情绪，安娜。它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兴奋感。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享受惊喜及其带来的快乐。我会的，安娜。感谢您的支持。稍后再和你谈谈。第16课，考虑新想法。嗨，安娜。我一直在为我们的项目考虑一个新想法。我得去问人力资源部，但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嗨，约翰。这听起来很有趣。新想法通常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机会。绝对可以。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来增强我们的项目非常重要。我同意。创新和适应性是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这正是我相信这个想法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我很想知道更多。是什么激发了这个想法？你认为它如何使我们受益？
好吧，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行业的新兴趋势，我遇到了一个完全符合我们目标的概念。这很有趣。保持最新状态并对新方法持开放态度总是件好事。没错，这个概念有可能简化我们的流程并提高效率。这绝对值得考虑，它可以节省成本并取得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相信它可以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结果。听起来很有希望，约翰。您是否考虑过我们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或障碍？当然，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存在学习曲线和一些变革阻力。变革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如果我们有效地传达好处，我们就能克服这些障碍。我完全同意，安娜。清晰的沟通和让团队参与决策过程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创造一个支持性和协作性的环境很重要。这就是关键，我们需要所有人参与，才能使这个想法取得成功。我很高兴你在考虑团队的观点，它显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谢谢你，安娜。我坚信，让团队参与进来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我完全同意，约翰。当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和被包容时，他们会尽力而为。确切地说，他培养了对该项目的主人翁感和承诺感。我对这个新想法感到兴奋，约翰。它有可能将我们的项目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你的热情和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是来支持你的，约翰，让我知道如何帮助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我很感激你愿意提供帮助，安娜。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做出积极的改变。当然，约翰，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探索这个想法的潜力。同意，安娜。我会联系人力资源部并收集更多信息。谢谢你的鼓励。不客气，约翰。祝你在人力资源讨论中好运，随时向我通报进展情况。我会的，安娜。再次谢谢你，稍后再和你谈谈。第17课，节日庆典。嗨，安娜。我听说城里有个庆祝活动，那一定很有趣。你参加庆祝活动了吗？嗨，约翰。是的，我做到了。这是一次充满活力和生动的活动，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刻。听起来棒极了，我喜欢参加欢乐的庆祝活动。绝对可以，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和传统中的绝佳机会。我完全同意，节日有一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独特方式。他们确实如此，这是社区团结起来、和谐庆祝的时代。太漂亮了！
我觉得目睹不同的习俗和仪式很有趣。这是拓宽视野和了解多元文化的绝佳方式。没错，我相信，了解不同的文化可以促进同理心和欣赏。我完全同意，它帮助我们拥抱多样性，庆祝我们共同的人性。绝对可以。你在庆祝活动期间参加了任何特定活动吗？是的，我做到了。有传统舞蹈、音乐表演，甚至还有美食博览会。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在节日期间体验新美食。这是一场感官盛宴，约翰。空气中弥漫着美味食物的香气。我几乎可以想象，食物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吗？确实如此，共享一顿饭是建立联系和增进联系的通用方式。确实如此，节日为创造持久回忆提供了完美的环境。绝对可以，群众的活力和热情具有感染力。我可以想象庆祝活动的生机勃勃的气氛，人们笑着玩得开心。你说的对，约翰。在整个庆祝活动中，欢声笑语和欢乐声不断。对你来说，这一定是一次真正难忘的经历，安娜。的确，确实如此。作为这样一个活动的一部分，我感到一种团结和幸福感。我很高兴你度过了如此美好的时光。节日可以振奋精神。他们确实如此，约翰。他们提醒我们欣赏生活的美好和聚在一起的快乐。绝对可以。正是这样的时刻，让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和有意义。我完全同意，约翰。我们应该珍惜和庆祝这些特殊时刻。当然，他们提醒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团结的力量。说得好，约翰。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拥抱庆祝精神。我完全同意，安娜。这里是为了欢乐、团结和创造美好回忆。为此干杯，约翰。愿我们总能找到庆祝和传播幸福的理由。当然，安娜，感谢你与我分享你的节日经历。第18课，探索社区。嗨，安娜，我听说附近有一家新咖啡馆开业了，在步行距离之内吗？嗨，约翰。是的，确实如此。距离这里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这很方便，我喜欢徒步探索新地方。散步是发现附近隐藏宝石的好方法。绝对可以，它可以让你欣赏周围的环境，感受气氛。我完全同意。另外，它是一种健康环保的交通方式。当然，那么，请告诉我更多关于这家咖啡馆的信息。
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好吧，它有舒适的氛围、舒适的座位和漂亮的装饰。这听起来很诱人，我很欣赏热情友好的气氛。咖啡厅还提供种类繁多的美味咖啡和美味糕点。我是咖啡爱好者，所以这绝对很诱人。有招牌菜吗？是的，他们的特色三明治和沙拉融合了独特的口味。这听起来很诱人，我喜欢尝试新的口味和烹饪创作。这里是放松身心、与朋友交流，甚至远程办公的好地方。太棒了！一家可满足不同需求的多功能咖啡厅。绝对可以。此外，工作人员友好而细心，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服务总能增强整体用餐体验。当然，最棒的是，他们有户外座位，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景色。这是一种奖励，一边泡在风景中，一边喝杯咖啡，听起来很愉快。确实如此，咖啡馆位于公园附近，增添了它的魅力。这听起来像是完美的组合，大自然和舒适的咖啡馆齐头并进。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城市中心的一片小绿洲。我现在肯定很感兴趣，我一定会很快去咖啡馆的。我相信你会喜欢的，约翰。去过那里之后，让我知道你的想法。会的，安娜，感谢您与我分享这个隐藏的宝石。不客气，约翰。我总是很乐意分享令人兴奋的发现。我很感激，安娜，这是使我们的对话变得有趣的原因之一。同样，约翰，探索和分享新体验使我们的互动充满活力。确实，很高兴了解不同的地方并扩大我们的视野。当然，约翰，让我们继续探索和拥抱我们周围的丰富多彩。我完全同意，安娜，这里是为了发现新的宝石并享受旅程。